淘米水看起来是厨房的废水，其实只要加一点小东西，就能变成100分的生根剂，满分的驱虫液、补钙水，甚至让废土变成黄金质料。今天就利用3至5分钟，揭秘淘米水的4个隐藏大招，其中第1个就能解决难缠的小黑飞问题，强烈建议你看到最后，能为你以后养花省下很多钱。大家好，我是花花。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淘米水的4种新用法。1、驱虫液。只要在淘米水发酵的过程中加入一些厨房里的天然香料，比如大蒜、洋葱皮、生姜和辣椒，就能让淘米水摇身一变，变成一瓶对植物非常温和的天然防护喷雾。取500毫升淘米水，加上3瓣大蒜、一点点生姜、半块洋葱皮，再来1条红辣椒，把这些一起丢进密封瓶里发酵，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大约14天就可以使用了。发酵期间，每天打开瓶盖透1次气，防止气体膨胀撑爆容器。发酵好的液体会带有一种辛辣和微酸的味道，使用时一定要加水稀释100倍以上，避免对叶子造成刺激。使用时也不要天天使用，只需连续使用3天就可以。比如你家养的长寿花、茉莉、九重葛、月季、迷你玫瑰、三角梅，在花期时经常被蚜虫缠上，用这种喷雾可以起到不错的防护作用。还有一些叶子柔软、枝叶香甜的观赏类绿植，比如绿萝、豆瓣绿、非洲锦、薄荷、天竺葵、天门冬、鸭脚木，这些植物在室内常被小黑飞盯上，喷一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驱避它们。此外，对于香草类或阳台种菜的朋友也非常实用，像罗勒、9层塔、香菜、韭菜、辣椒、番茄、茄子、小黄瓜这类作物，常常在还没长大之前就被蚜虫攻击，这时候用这种天然喷雾，不影响食用，又能安全防护。不过也要警惕一下，喷洒的时候最好选在阴天或傍晚，尤其是夏天太阳大的时候，千万别喷，不然可能会因为温度和成分叠加产生晒伤。淘米水除了用来驱虫外，还有一个隐藏功能，那就是作为生根水使用。2、生根水。淘米水作为生根水，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原理很简单，淘米水里含有微量的淀粉、钙、镁和一些天然矿物质，虽然浓度不高，却刚好适合刚刚从沉睡中醒来的种子和用来扦插繁殖的枝条。它不仅能提供轻度的能量刺激，还能在表面形成一层天然保护膜，帮助抑菌防病，就像是给种子或插条穿上了一件柔软的护根衣。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把第1遍淘米水用清水稀释10倍，拿来浸泡种子或者喷洒在刚刚播种之后的土表。而对于扦插类的植物，例如绿萝、吊兰、长寿花、常春藤等，也可以在插之前用它浇水1至2次，能大大提高扦插成功率。不过要注意，这种生根水毕竟是自然素材，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生根剂，效果相对温和，适合作为一个补助的小方法。虽然淘米水对育苗和插枝有帮助，但并不是所有植物、所有阶段都适合使用。为了让你用得更安心，我们来具体划一下能用和不能用的界限。首先，阳台育苗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豆类、辣椒、空心菜、小番茄、小葱这类常见的阳台蔬菜，在刚刚播种或刚发芽的阶段时使用，除了可以加速出芽速度以外，还能让发芽率更整齐。除此之外，像虎尾兰、绿萝、吊兰、常春藤、长寿花等，在刚插进土里的头几天，浇1到2次稀释的淘米水，有助于切口保持湿润，轻度抗菌，促进发。但千万要注意的是，植物还没有根或刚开始发根，这个时候的淘米水可以作为一种温和的助推器。而如果种子已经顺利发芽，苗也已经长出2、3片针叶，这时候植物的根系结构基本形成，后续只需要光照、通风和适当肥料，就不再需要淘米水了，因为继续使用会让土壤变湿、变黏、变酸，根部透气性变差，容易出现软腐或霉菌感染。除了能催芽促根，发酵淘米水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隐藏功能，那就是激活老土壤，让废土变成黄金质料，重新恢复生命力。3、复活老土壤。
我们很多人在养花时，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换过土，特别是像绿萝、发财树、虎尾兰这种生命力强、常年不动盆的植物，时间久了，土壤会变得板结，菌群也失去活性。虽然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土壤里的微生态已经睡着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能适量加入一点发酵完成的淘米水，就像给这片沉睡的土地打了一针微生物激活剂。使用方法也不难，首先要确保你使用的淘米水已经完全发酵，一般密封发酵3到4周，液体变得微酸，有酒香或酸甜味，说明菌群活性良好。然后取出少量发酵液，按照1:100的比例稀释，也就是大约5毫升的发酵液兑上500毫升清水。用这种稀释液缓缓浇灌在盆土表面，浇到土壤微微湿润但不积水即可。每个月1次，就能起到调整土壤状态、补充益菌、激发土壤活力的作用。这种方法特别适合用于土壤松散但已经很久没有施过有机肥或换盆的植物，比如说家里的绿萝、白鹤玉、吊兰、虎尾兰、富贵竹、水培转盆栽的发财树、橡皮树、龟背竹、文竹这些常年不动盆但根系活跃的绿植。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它们延长换土寿命，还能改善土壤异味和板结问题。但要注意，不是所有的土壤都适合用这种方法。如果你家的盆栽土已经发霉、变绿、长虫了，或者你看到土表冒出白毛、滋生小黑飞，这种情况下千万别再加淘米水，不但无法改善，反而可能给病菌加餐，让问题更严重。另外，使用发酵淘米水激活土壤时，一定要选在通风良好的时候进行。用完后不要立即施肥或大量浇水，给土壤几天时间慢慢吸收，避免菌群活动被冲淡或淹死。如果你发现使用后土壤变得更松、更透气，而且植物的叶子颜色变绿了，生长速度变快了，那说明你成功唤醒了那一盆老土。淘米水加鸡蛋壳也是一个隐藏的用法，而且做法简单，成本几乎为0，效果却比你想象中还要惊人。4. 自制补钙水。淘米水发酵后会呈弱酸性，而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如果我们把蛋壳打碎、晒干、研磨成粉，再加入到发酵的淘米水里，两者在密封环境中会发生轻微的酸碱反应。这个过程能把蛋壳里的钙元素慢慢释放出来，变成植物可以直接吸收的钙离子。而钙元素对植物来说，可不仅仅是强壮骨骼那么简单，它是根系发达、枝干强壮、花蕾稳固的关键营养物质。尤其是一些容易缺钙的植物，像是番茄、辣椒、茉莉、月季、茶花等等，用一点点这种天然补钙液，往往就能解决掉花苞掉落、叶片卷曲、根部弱烂等顽固问题。制作方法也不难，首先把平时用完的鸡蛋壳洗净、晒干，记得要把蛋壳内膜也撕掉，这样更干净，不容易发霉。接着用搅拌机或研磨器把它打成细粉，越细越好。然后准备500毫升已经发酵好的淘米水，加入1小匙蛋壳粉，搅拌均匀后倒入密封瓶中，再继续发酵2到3周。每天记得打开盖子放一次气，等到瓶子里的液体不再起泡，气味温和，就是可以使用的时候了。使用的时候建议按照50倍以上稀释，也就是每500毫升清水中加入10毫升发酵液左右。用这种稀释后的液体直接灌在植物根部附近，或者沿着盆边慢慢浇灌，既能避免刺激根系，又能让植物吸收得更全面。补钙水虽然好用，建议用在下面3类植物上面。1. 开花类花卉，月季、茉莉、茶花、长寿花、非洲锦、海棠、杜鹃、米兰、九重葛、三角梅，这些植物在孕蕾和开花期间对钙的需求增加，如果土壤中钙不足，很容易出现花苞掉落、花开一半就谢了的情况。适当使用补钙水可以让花苞更稳，花期更久。2. 观叶绿植，绿萝、龟背竹、橡皮树、琴叶榕、白鹤玉、黄金葛、鸭脚木、富贵竹、文竹、虎尾兰，这些常见的室内绿植，如果你发现叶子突然变得无光、叶缘焦黄甚至折断，很可能不是光照或水的问题，而是根系吸收不良或长期钙供应不足。3. 多肉类植物，例如玉露、熊童子、白牡丹、红之玉、
鸡星美人如果出现叶片发软、下垂、土长严重等问题，有时也和钙不足有关。虽然多肉不能频繁施肥，但在换季时少量使用补钙水，能提升组织弹性与抗病力。总的来说，只要你家的植物正在生长、准备孕蕾，都是可以使用这一类天然补钙液。但如果是休眠期、病害期或已经施过其他钙肥，那就要暂停使用，避免养分叠加带来反效果。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喜欢养花的，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